在火车延误12小时的状况下，美国国铁决定把火车开到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后，再以巴士载我们到终点。为了避免舟车劳顿，我决定把我的终点从原来的波特兰改到斯波坎。度假的心态就是这么随遇而安。这次我在斯波坎入住的是戴凡波特饭店，建造于1914年，是属于万豪饭店品牌中所谓的地区性精品饭店系列。这间饭店也被收录在美国国家史迹名录。它的饭店大厅被称为斯伯坎的客厅，有一个终年烧着火的壁炉，象征着饭店的温暖好客。大厅旁酒吧屋顶有著名的孔雀彩绘玻璃，想当然酒吧的名字就叫做孔雀酒吧，豪华的程度是连壁纸都是丝质的孔雀图样。斯波坎是华盛顿州东部第一大城，市中心有一个河岸公园，其中很特别的就是搭乘缆车来看瀑布。这个瀑布因为有高低位差，所以还能利用来产生电力。公园入口还有跑步人的雕像，非常可爱。在这边的 Sky Ride 就是像一个缆车，那行程很短，大概15到20分钟。那主要是看这边的一个小的水坝跟它形成的瀑布。ride 很短，但是那个瀑布真的蛮漂亮的。然后因为它现在还有点雪，然后有一点冰，然后整个气势算蛮磅礴，小小的但是蛮磅礴的瀑布。那今天这边很冷，今天大概-12度，然后。但是这个公园还不错，就是它的步道是有底下应该是有铺那种热管，所以它可以就是不会结冰，蛮好玩的。然后这边也有可以溜冰，有小朋友在溜冰，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，很多人会在户外活动的一个城市。那今天可能是因为上班日，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太冷，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出来。对，那现在我们的那个缆车要准备下车了，很有趣，然后短短的一个行程，蛮好玩的，介绍给大家。回程火车是凌晨1点才上车，这时候刚好天空也飘起了雪，我运气蛮好的，白天在斯波坎玩的时候天气都还蛮好的。下雪了，回程搭的是 roommate， 房间很小，基本上就是2张椅子面对面并起来变成单人床，床跟门的空间刚好可以放鞋子而已。楼上只有一间厕所，给10间 roommate 的旅客使用，所以淋浴跟厕所我大多是去楼下。还好我对面的那一间大部分时间是没人的，所以我会去坐着看风景，而我的房间就一直维持床铺的形式，直到我下火车。回程的第一天，因为天气不太好，所以很难捕捉得到好看的景色。接下来跟我一起看看几张没有模糊的照片以及影片吧。火车规律的摇晃以及铁轨的声音，是不是特别助眠呢？希望你没有看到睡着哟。接下来的这几张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呢？这么大的天空，有看上一集的应该可以猜得到。没错，就是昵称 Big Sky 的蒙大拿州。
第二天也是旅程的最后一天，我特别的早起，希望能拍到日出。这时候我们也进入明尼苏达州了，因为是向东的列车，看着天空由黑转为橘黑交界，然后看到上班的车潮涌现，感觉很多人忙碌的一天开始了。这时候很庆幸自己是在度假。没多久后，就真的看到太阳金光闪闪的出现了。在经过明尼苏达州的明尼亚波里斯以及圣保罗时，看到半结冰的密西西比河。这么大一条河都能结冰，这里真的很冷吧？那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会觉得大概分几个部分。就是在火车上的话，因为他吃的东西都非常的美式，那我不知道大家对美式食物的感觉。那我基本上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，因为我觉得吃完之后，我坐车可能也一路摇晃，会非常不舒服。然后但是餐车的上面的人都还蛮好的，然后你因为像我们做卧铺的人，你就有很多可以选择的。早餐有3个选项，午餐也有3个选项，然后午餐是还可以加甜点。那晚餐是有4个选项，它是前菜有3个选项，主餐有4个选项，然后甜点也是有3个选项，然后也有小朋友的餐点，所以还可以。但是因为美式的食物就是很多 cheese， 然后没有什么蔬菜，然后中餐的话是有一个凯撒沙拉的选项，就还不错。那但是我都没机会吃到，因为我通常吃完早餐之后就觉得太饱太腻，然后所以我常常都跳过了中餐这样子情。所以如果我下一次再旅行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带一些类似营养口粮啊，或者是那种不太油腻，然后但是可以吃饱的东西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如果说有人想要带个面包、吐司，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子。那餐车不是餐车，卧铺的这个车里面，它都有咖啡，早上都有咖啡，然后我就会蛮善加利用那个。然后其实像我自己也有带咖啡包跟那个奶茶包，所以其实沿路都还算蛮享受的。那穿衣服的话，在火车上，因为它的温度其实都调配的蛮好的，老美怕热也怕冷，所以在火车上我的穿衣服的方式是非常的轻松这样子。那在我来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卧铺是所谓的套房，就是自己有厕所，那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我都穿着短袖短裤在房间里面，除非我今天要出去吃，要去餐车吃东西，我才会就是再穿上比较稍微能看一点的，不是短袖短裤太怪了。对，那在火车上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是需要用到外面的厕所，像我回程的时候，我的就是雅房的方式。那女生的话，我会建议，其实你可以穿长裙，然后加个球鞋。那我不建议穿夹脚拖，因为其实，在列车跟在每一节车厢连接的那个地方，中间那个踏板，它其实蛮容易结冰的，因为就是外面真的蛮冷。然后，所以如果穿夹脚拖，就是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滑，因为其实即便我穿球鞋，我都觉得有点滑。那另外一个穿包鞋，我觉得也稍微比较安全，以免你踢到什么东西。那我为什么说女生可以穿裙子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你不是在自己房间，而是在外面上厕所的话，裙子你比较好撩起来，比较不会碰到地上，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是自家的这么整洁这样子。那至于睡觉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他的床算是蛮舒服的，然后我没有觉得有任何难睡的地方。那但是有一个可能就是火车的声音真的蛮吵的，然后它半夜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了追速度还是怎样，会开得非常的快，然后所以我有几次我都感觉我好像要从床上被抛飞下来这样子，然后而且要看你的隔壁邻居，有的时候隔壁的邻居可能是蛮吵的，所以如
果有耳塞就戴耳塞。那像我的话，我就是直接把我的抗噪耳机拿出来塞住，然后其实就可以睡得蛮好的。它会有提供就是床单啊、那个枕头套那些都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毛巾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建议自己带，因为我不太知道它毛巾干不干净，所以其实我用的都有点怕怕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再来就是行李的部分，因为卧铺大部分都在2楼，所以像我就傻傻的，我虽然是拿了那个行李箱是那种可以 check in 的最小的那一种，大概26寸吧。但是因为里面装了很多衣服，然后所以其实要扛上2楼，因为它的楼梯非常的窄，所以要扛上2楼其实是有困难的。就是我觉得女生会很辛苦，然后主要是你要调好那个行李箱的角度，不然你会很难拿上来，因为那个楼梯的侧面楼梯本身是非常窄的。那我会建议的话，如果是要像我这样子，就是去到一个定点，还要再停留在那边玩，然后再回程，因为基本上这样大概5-6天的行程，一定会想要带很多衣服，而且得需要，因为你没有地方洗衣服嘛。那我的建议会是带一个旅行袋，然后把你比如说你会用到的那些盥洗用品，跟比如像睡衣啊，跟1天份的衣服，就放在旅行袋。那其他的行李就可以放在底下，就它的1楼的地方，就刚上车的那个地方，其实是有架子可以放行李。那如果不放心的话，就是带个锁，然后你就把它锁起来。那基本上你这样子在卧铺的时候，你就是用行李袋就可以，那这样子上下也是比较方便。那我当时是没有想到，然后我觉得我的行李箱也没那么重，但是后来发觉主要是楼梯的角度跟你要扛上2楼真的是蛮辛苦的。这个火车的行进的状态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或者是很那个地方。当然除了像我来的时候是有很久的 delay，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所谓的房间里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像我下载了很多影片，然后我也有电子书，然后我也有带书，就是带实体书，然后滑手机，然后就是 po 照片。我觉得大部分就是不太会觉得无聊。我甚至没有到所谓的那个观景车厢，因为 COVID 的关系，观景车厢其实人还蛮多的，然后我就没有想要去，因为像房间里面我们自己也有窗户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房间里面我就是已经觉得蛮舒服的了。然后其实就看你平常喜欢做什么娱乐，那我觉得这些部分都是你可以预先准备的，那没有什么我不太会觉得无聊，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。对，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有装了一个叫做 Weather Shot， 它是蛮好的，是因为你拍的照片，你可以它直接帮你打印上你所在地的地点跟天候，就是它会告诉你，比如说像多云啊，然后也会让你知道温度。那温度你可以调华氏或摄氏，那这样还蛮简单的，因为它那个一打印上去之后，我就可以直接寄给家人，就不需要再特别报告说我现在在哪里。那另外要分享一个是，火车其实在中间都会有一些停靠站，是你可以下去，然后他们叫做那个 smoke break， 就是如果有抽烟的人可以下去。那当然大部分乘客也都可以下去，但是这一段的风光非常的漂亮，雪景非常美。那意思也就是休息的，其实那个站都蛮冷的这样子，所以就必须到那个站的时候，你就要全副武装，然后下去，戴帽子、戴手套、穿大外套、雪靴。因为其实我中间有下去过1次2次，那地上有地方是结冰的，然后真的也蛮冷的，然后就是风吹到头，已经觉得头那个风都已经透过头发吹到头皮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是不错的体验。那如果说喜欢就是下来拍拍照的人，其实他都有足够的时间，我觉得这一点算蛮好的。然后其实我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以
不要做的话，我会建议的是说，要买卧铺，不要买那个坐着就是普通的座位，因为卧铺你可以有自己的空间。那当然每个人的预算是不同的。那我觉得在 COVID 的时候有自己的空间，感觉还是比较干净一点。那我有看过它叫 Coach，就是普通的火车座位，其实也蛮好，它椅子可以斜到一个。我看还蛮多人其实就是自己带被子也睡得蛮舒服，但是因为这个旅程它总共是46小时2天，我觉得在 Coach 会真的太辛苦这样子，所以我会建议是有卧铺这样子。然后洗澡的话，它的浴室其实就是只有毛巾跟肥皂，那洗发精、护发乳啊、吹风机要自己带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觉得算是小小的不方便。不过很多人可能也习惯就是头自己干，但是这一点的话，就是其实要注意，因为火车里面其实那个风也还蛮，如果你有开空调的话，其实风也还蛮强。那如果你要就是让头发自己干的话，其实头也会痛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。因为它火车上面真的非常干，其实我昨天晚上睡觉是要流鼻血，然后没有很严重，但是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干燥，所以如果可以准备面膜啊，然后你可能要有一些。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的那个鼻子比较不会那么干，然后像我昨天后来是就擦了一点点的凡士林，但是我觉得就是鼻子还是被我擤到，我感觉都有点破皮这样子。那对，就是这个保湿的地方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。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目前对这个坐美国国铁的一些就是提要，就是有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适合做。那如果有想到再补充咯。补充一下，记得带延长线以及行动电源。我回程的时候，整个车厢的插座都不能用，还好我带了2颗行动电源，还不至于要到景观车厢去跟大家抢插座。